遛狗男震惊地发现，草丛里有一具下体被戳烂的女尸。随后警察就赶到了现场，看到死者不仅身体被捅成了筛子，脸部也被打碎了，无法辨认。而法医解剖发现，他胸部上有37处很深的穿刺伤，并且主要集中在乳房，不过没有发现体液，但下体伤口内有木刺，符合在现场找到的木棍，上面的血也说明这也是凶器。同时，法医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死者的一条腿是跛脚，这样可以帮助缩小寻人范围。于是，警方首要的任务就是确定死者的身份。可目前他们掌握的线索根本无从查起。然而，就在这时，动物警察来了消息，兽医收留了一只狗爪沾血的小狗。因为根据现场推断，死者应该也在遛狗，所以这条狗极有可能是他的。可兽医已经把血洗掉了，并且狗身上也没项圈之类的，因此这条狗变成了废狗。但没想到的是，兽医还留下一样好东西，就是当时狗嘴里叼的一只鞋。警察一看，竟然是那只跛脚的，并且一下就在里面找到了增高鞋垫。这下终于有线索了，因为这种鞋垫都是定制的。随后俩人根据鞋垫的牌子找到了厂家，而经理也很容易查出了他的订购者是一名叫葛磊的医生。接着警察很顺利就找到了死者的丈夫。随后通过询问得知，葛磊医生在卫生局上班，工作内容就是治疗艾滋病患者，并且他还会依照患者接触过的对象找到源头，这使得有些人认为他的工作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警察推测葛磊可能因此与人结怨了，并询问有没有人威胁他，但丈夫对此就不知道了。不过第二天他就来到了派出所，他在家发现了葛磊处理的一个案子，可能与被杀有关，因此把卷宗带了过来。葛磊曾说这和他必须阻止的一个严重疫情有关，可上面画满了圈和箭头，警察一时也看不懂是啥。好在法医研究了一整夜，终于搞明白了，这东西其实是接触者追踪。Each circle represents a person with HIV connected to the partner that gave it to them. Greta was trying to identify the common source of infection. You think she was looking for an HIV-positive guy who had sex with lots of partners, and they in turn had sex with other people, and pretty soon you got dozens infected with HIV all because of that first guy. We call him the Nexus. He's the center of this mini epidemic. 这一听他就像一个反社会人格者，因此警察推测葛磊可能要查到他了，所以他先下手为强。那接下来就是接手葛磊的调查，就可以找出核心人物了。随后法医提供了几个葛磊正准备面谈之人的名单，而第一个是名大学生，他解释自己信教，如果被母亲发现身上有安全套就死定了，所以一直在无保护运动才中招。警察想知道他和谁睡过，大学生则承认是和一个朋友的姐姐，并且对方是他的第一个伴侣，但警察却露出了不信的眼神，整得大学生赶紧发誓。随后警察问出了他的名字，而女人称自己是被丈夫传染的，可她却没事。接着在警察的追问下，她讲述婚礼前1个月我就不和他同房了，这样结婚后度蜜月才更有体力，却不料在此期间她竟和脱衣舞娘搞在了一起，结果蜜月回来后我就被传染了。我找她对质，她也承认了。可当警察问你和几个人搞过，女人表示只跟那个大学生，然而大学生发誓是被你传染的。见被拆穿，女人一下慌了，接着警察让她说实话，结果女人不得不承认还跟一个叫玛丽的搞过，她是夜店的酒保，然而夜店老板却不承认有这么一名员工，还自称谁问我都这么说。于是警察拿出了葛磊的照片，老板这才承认跟医生也这么说了，因为他不告诉我原因，我以为跟亲子鉴定有关，就怕玛丽的2个儿子都非亲生。不过警察说出了真相，我们在找散播艾滋病毒的人。哪知老板竟吓了一跳，警察也立马发现了异样，你又不认识玛丽，激动啥？结果老板思索了下，才承认他几周前辞职了，正好在医生来访过后。You and him share a girl? Nah, Mario, he's too far out there for me, man. This guy's into orgies, threesomes, you know, another girl, another guy, anything to get off. Why you look so spooked? 不料问完这句话，警察也反应了过来，明白他俩之间也有一腿，接着就让老板列出自己伴侣的名单，当然是要挨个都通知到了。就这样，警方调查了一圈后，他们循着葛磊留下的线索，又找到了32件案例，而核心似乎是个男人，就是那个玛丽。依据是其中有12名女子和2名男子和他有直接接触，剩下的都是他伴侣传染出去的，并且玛丽还满是前科。既然如此，大队长当即命令逮捕玛丽，却不料据他的邻居介绍，玛丽已被救护车拉走了，好像是纵欲过度。结果玛丽果然病得不轻，但嘴里仍不服气，自己跟谁上床与警察无关。可接着警察就提到了葛磊医生，玛丽一听满嘴都是抱怨。Why does she care who I bang? Maybe she's jealous. She wants a piece of me too. All the ladies do. 对于他的自恋，警察可不关心，只想确认是不是他杀了医生。不料玛丽称那时自己正躺在病床上，随后警察就翻看起了他的病历，结果玛丽是得了肺囊虫感染，这是常见于艾滋病患者的肺炎，并且玛丽已住院6天了，所以还真不是他干的。可虽然人不是玛丽杀的，但警察还是将他逮捕了，理由就是明知有艾滋病却不告诉伴侣，还进行了不安全性行为，这就是犯罪。这下玛丽彻底淹了。然而虽然核心人物找到并处理了，可命案却又没了线索。哪知就在这时，前方又传来了坏消息，公园里又出现了一具女尸，凄惨的样子连巡警都心有余悸，还是靠身边的东西认出了她的身份，因为女人早已面目全非了。但法医并没有发现体液，
却找到了几根外来体毛。虽然伤口深度和形状与葛磊相似，可他猜测凶手不是同一人，理由是葛磊被刺了37刀，而2号死者只被刺了6刀，并且他的脸部损伤也没有那么严重。还有下体伤口里发现了玻璃碎片，凶手可能用了破掉的瓶子，但警察觉得似乎模仿犯不至于有这么多相似处。果然，技术科则确定是同一人所为，依据则是在2个犯罪现场都找到一个特别的鞋印，比对后证实是一双10号的登山靴，并且厚重鞋底不只会踩出很深的鞋印，还会沾上泥土。葛磊命案现场土里含有其他公园没有的矿物质，以及一些花粉孢子，而2号命案现场是特别调配的有机泥炭土，只有公园管理局在用，因此只要找到这双鞋，依靠化验鞋底泥就能确定是不是凶手了。于是警察为了继续追查凶手，又来走访了葛磊预约的一名朋友，不料还真有收获。朋友称几个月前他请我调查一个男人的信用记录，但没告诉我原因。我当时还很纳闷，因为他能任意调用调查员替他查艾滋病患者信息，可却偏偏请我调查。警察因此怀疑葛磊外面有人了，但朋友也不确定。接着说出那个男人叫瓦唐，对此丈夫也是一脸不敢置信，想不到妻子会背叛自己。但当警察问出谁是瓦唐时，他也不认识。于是检察官直接查了瓦唐的财务记录，发现他交易记录固定，退休金入账后再转出支付房租和其他。警察一看这不很正常吗？哪知大喘气的检察官又拿出了另一份记录，瓦唐还有另一个账户，里面却有大笔钱，还全都是从葛磊私人账户转账过去的。这一看就是他包养了一个很拜金的家伙，并且男人还尽是些高消费，同时也很花心，竟然还喜欢找昂贵的伴游女郎。不过也终于有了和瓦唐有关联的人了。随后警察便来到了伴游公司，而前台一见是警察立马紧张了起来，警察则直接往里闯，急得前台赶紧朝里喊警察来了。不料老板却很淡定地请他们进去，自称做的都是合法生意。可俩人不是来扫黄的，只想打听一些事情，就是谁经常陪瓦唐。老板则坦然交代是凯蒂，可他上个月退休了，因为他说瓦唐要买房产给他荣华富贵的生活，但目前却在酒吧里面拉客。紧接着俩人就来酒吧找到了凯蒂，对他进行了审问。凯蒂则交代最后一次见瓦唐是2天前，我俩共同吃了晚餐，可因为他手头紧，所以就没一起过夜。但听完这些，警察也没放过凯蒂，接着就把他带回了派出所。而掌握了这一切后，警察终于来找上了瓦唐，可瓦唐却否认再和任何人交往，更不认识凯蒂了。见状，警察只好提醒他是伴游，结果老头一听就懵了，自称从未听说过，但警察有银行账目。然而瓦唐又否认有这么个账户，而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撒谎，警察不由得联想到是瓦唐身份被盗。可老头也不晓得呀，这么看来警察只能将此归结成误会了。在道谢后就离开了，然后立马回到了派出所，将今天的调查结果和疑惑说了出来，接着就让凯蒂指认瓦唐。而凯蒂仔细瞅了瞅后，立马在众多照片中准确找出了他，居然是葛磊的丈夫，那凶手可能也是他了。随后从凯蒂的嘴里还得知，丈夫在葛磊死的那晚和葬礼后都和他鬼混过，同时又查明钱虽然是从葛磊账户转走的，但授权人却全是丈夫。葛磊上周发现了这一点，还去银行质问过。而俩人如果离婚的话，丈夫就会破产；如果葛磊死了的话，他反而可以继承一切财产。这可能就是杀人动机，然而这些都是猜测，想定丈夫的罪还得找出证据。随后警察就搜查了葛磊家，找到了丈夫给嫁瓦唐转账的记录，而这时丈夫也刚好回家，警察也及时出示了搜查令。可看过后，他当然不承认自己是凶手了。不过警察却找出了那双登山鞋，这可是铁证。但老头还狡辩爱自己的妻子，于是警察提到了凯蒂，结果他又装糊涂，警察只好直接揭穿，但丈夫仍摇头否认。然而警察可不管这些，先检测了鞋底泥土，果然是公园特有的土，然后其中花粉也吻合，说明这双鞋在尸体附近走动过。还有2号命案现场的足迹也相符，证明就是这双鞋没错了。然而当这些证据摆到丈夫面前后，她竟狡辩这只是巧合，因为这款鞋子卖出了很多。于是警察就提出了鞋底泥土检测结果，哪知男人又称是昨天去那里献花踩到的，把警方的铁证整个推翻了。但警察不会就此放弃，又提出了假名、假账户和应召女。不料男人也有很充分的理由，竟表示是因为尊重葛磊才这么做的。警察一听，这简直就是笑话。After menopause, Greta lost interest in sex. I didn't. She only asked that I be discreet, hence the pseudonym. 但显然警察不信葛磊对此会不介意，可丈夫又称感情中有远比肉体忠贞更重要的事情。那既然这样，警察就提出了验 DNA， 结果男人表示在我妻子身上找到我的 DNA 很正常。于是警察告诉他，2号死者的身上有外来的体毛，这可很有比对价值。然后老头就拒绝了，还很自信法院不会颁发强制令的。对此检察官也认同他的说法，现在的证据不足以说服法官强制采集丈夫的 DNA。好在警察突然想起了看过的一份报道，葛磊和丈夫曾经爱心献过血，可以去捐血中心检测男人的血样。然而丈夫对此极力反对，称这侵犯了捐血人的权利。但检察官反驳捐血中心是血液的合法拥有者，他们选择配合警方检测，其他人没理由反对。可丈夫又提有隐私权，检察官则称献血后就失效了，血样允许被检测。然而丈夫辩解是检测疾病而不是 DNA。最终法官做出决定，尊重隐私权，但检方的诉求也合理，于是允许警方检测丈夫的血样。
可只限于像捐血中心一样的药物疾病筛检，不能检测 DNA。这下丈夫可得意了，一下就立于了不败之地。结果最后经过检测，丈夫没有任何疾病。这下警察不知怎么办好了，哪知毒物筛检却发现了高浓度伟哥和丸药。伟哥还能理解，可警察想不明白为何丈夫要吃丸药，他都一把年纪了。而法医则解释都是为了提高能力，并且从他吃的量来看，足够治2个礼拜胀痛，肯定玩嗨了。据此，警察分析，既然丈夫用药量这么大，肯定有专门卖给他药的，也许药贩子掌握一些丈夫不为人知的信息，然后警察就伪装成买药者，将倒卖禁药的药贩子调了出来。接着就提到了瓦唐，结果药贩子一听吓得就想逃，可为时已晚，后路早就被堵了。随后在警察的威胁下，他乖乖交代我本来送货给凯蒂的，而瓦唐当时跟他一起嗑药，也喜欢上了丸药，所以后来他自己跟我交易，他俩在92街有个爱巢，并且我几个小时前才送货过去。警察一听，立马冲过去将丈夫和凯蒂逮了个正着。可面对搜查令，他还狡辩没敲门闯入，违反了搜索条例。不料警察早有准备，称是听到了女人呻吟声，担心遇到了危险，所以采取了紧急措施。接着就找到了飞往国外的机票，可只有1张，没有凯蒂的。男人赶紧解释只是还没开票，但警察又故意展示明天就起飞了，他明显就想单飞。这下老头再也装不下去了，赶紧向凯蒂解释都是被警察逼的。结果凯蒂只是嗤笑一声，彻底看穿男人的假情假意了。堡垒就这样被从内部攻破了，然后丈夫又被逮捕了。而在警察告诉他凯蒂提供了你留在他体内的 DNA 后，丈夫终于明白大势已去，老实交代了所有。 Greta and I were married for 40 years when she lost interest in sex. That's how I found Kitty. When I couldn't keep up with her, she gave me Viagra and ecstasy, made me feel like I was 18 again. I was hooked. How did Greta find out? From the bank. She confronted me. I told her everything. Begged her to try the ecstasy, rekindle our passion. She looked at me like I was 后面的警察也猜到了，格雷想离婚，那样丈夫就没有金人了，所以他才下了杀手。beautiful woman like you wouldn't give me a second look if I wasn't rich. 至于2号死者，只是丈夫转移警察视线的牺牲品而已。然而丈夫至今都不认错。 I was alive again for the first time in years. Greta tried to take it away. I had to stop her. 但最后等待他的只有法律的惩罚了。